什么毛病？相爷，为人民服务你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听不见。那相爷，我发现你这个院子特别的气派，刚才我进来看还有桃花呢，很漂亮啊。听不见。哎，完了，什么都听不见呀。那我找另外一个人说吧啊，秦公子，来。哎，怎么样？他这个很严重，需要遏制啊。那怎么个遏制呢？啪，啪，嘿嘿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拿着大巴掌照着脸上使劲猛拍，他耳朵里堵了太多的东西，你要把这些东西打松才行。这只是治标，还要治本呢。放肆！堂堂相爷能够随便打巴掌吗？我没说让我去打，我是说让你去打。我更不能打了。那也没关系，反正这那么多人，让他们打好了。来，哎，你去抽相爷几个嘴巴，去啊！不敢的。他不敢。你去帮帮相爷，你帮相爷把病治好了，相爷会赏你的，真是。哎，你，平时你开玩笑的，别你开玩笑。是怕什么呀？哎，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赶紧的呀！哎，你别问了，他们没人敢打。那只有我打了。哎，相爷。和尚。萧相爷，好你个疯和尚，你敢打本相爷！哎呀，打我本相爷能听见声音了！哎呀，听见声音了！我能听见了！能听见！我又听不见了，听不见了！我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听不见了！声音没有了！我又听不见了！我听不见了！声音没有了！哎呀，快回来，和尚！声音没有了！哎，你们干嘛？声音没有了！哎，别推了！哎，乔师傅，听不见了，又听不见了。不治了！哎，别！喂，我说好了，我要再打他，你们不许像刚才那样对我啊！打，我让你打。好，听不见了。真打呀！哎呦，相爷打这么重啊！跟你们说，都闪开呢，这是治病的啊，都闪开，去，来，都别拦啊！声音在哪边？在哪边？声音在哪边？哎，效果不明显，还得再打啊！相爷！哎呀！哎呦，相爷，给我上！阿弥陀佛，相爷，如果你想杀贫僧，轻而易举；但如果你真的杀了我，相爷不要后悔哦。你什么意思？你？相爷的耳朵在激烈的运动下已经恢复了60%的功能，不过呢，他马上会有一次更严重的失聪，这次失聪或许是永远。下去，都下去！下去。那按你的意思呢？治标更需治本，相爷的耳病不是一日之病，那又如何治本呢？就得找出原因啊。相爷，想知道你的耳朵为什么会聋吗？本相爷
愿闻其详。好，原因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因为相爷啊，你权位太高，多年远离百姓，满耳朵听到的都是奉承之语、讨好之语、巴结之词。这些话听起来是柔风细雨，拐弯抹角，而且是非常的动听。还有一点，相爷啊，你这个人听不得别人批评，你的耳朵讨厌刺激的声音。这样下去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耳壁渐厚，耳毛渐密，耳道渐窄。再这样下去，你的耳朵功能就萎缩了。萎缩的结果就是耳聋。这个病倒是奇怪了。那既然如此，如何能够医治呢？贫僧有一副药帖，肯定有用，不过得买药哦。不过没关系，以相爷你的为人和口碑，买药应该不成问题。哼，那是当然了。本相爷咳嗽一声，全天下跟着感冒，他敢不着急啊？哎呀，厉害死了！买药钱不成问题。1000两银子要兑现，只要治好了我的耳疾，那也不成问题。我不跟你废话，贫僧给你抓药去了，告辞。和尚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大寿之前能治好他的病，算你命大；要治不好，那牢里那些被杀了的郎中就是你的下场。对了，相爷，如果你要跟我一块儿去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不过算了算了，反正时间有的是嘛，来日方长，再见。声音又没有了，声音又没有了。和尚，你要快去快回呀！大家来看相爷呀！大家来看相爷呀！来看相爷啊！哎，大家来看相爷啊！大家看，他就是当朝丞相一品官秦桧儿。哎，大家不要害怕啊！平日里怨声载道，一定是对这位相爷恨之入骨啊！现在大家心里想骂什么就骂出来，骂出来心里就舒服了，骂出来这位相爷就知道了，骂出来我们还给你钱，谁叫我们宰相肚里能撑船啊！来啊来啊，快啊快啊，来啊！哎呀，大家不用怕，相爷的身子不是肉做的，大家看好了啊，看好了，来，看看。哈，是什么啊？马草，哎，看看身子里是什么做的啊？看看，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啊？马草，看见了吗？不用怕啊，马草做的啊，马草。来，大家来吧，来吧，我来。哎呦，你秦桧残害忠良，岳元帅惨死风波亭就是你害的。骂得好！哎，别走，还有赏钱的。来，骂得好，下一个，来。今年科举，你一门3勤。儿子侄子全都上了红榜，我就不相信没有徇私舞弊。哇，骂得好！哎，来得好，赏钱！哎，骂得好，下一个。这几年灾荒不断，你秦相爷有没有到过灾区？你是奸臣大坏蛋！哎呦喂，精辟啊，骂得太好了！来，赏钱！哎，你心里根本没有百姓！哎，骂得好！哎，你下次多骂点啊！来，下一个，多骂点啊！坏蛋！哎，来人！这个和尚大胆，竟敢替相爷买骂，这还得了？赶快传教黄埔头！坏蛋！骂得好！来，接着了啊，接着喽！哎，来接着喽！哎，好你个小和尚，你竟然花钱收买百姓，谩骂当今相爷！师爷我一笔全给你记着呢，你就等着受死吧！大家都来骂相爷呀！大家都来骂相爷呀！小看，口什么有的？小看，过来啊！闪开！哎，过来！哈！好你个秦桧，你这个大混蛋呐！想我黄某当年也是京城的都头统领啊，就犯了那么一点小错误，就让你从头到尾撸到底了你啊！没有苦劳也有苦劳吧？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？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这个混官，混官！走，上前！哎，大家混官！
有人骂你，有人骂你！你奸贼秦桧陷害忠良，祸国殃民，十恶不赦，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。若能处死，则百姓称快，万民欢庆，国将更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相爷，这不关小的事儿啊，都是那个和尚干的。他花钱买骂啊，骂您堂堂丞相大人，那从您的祖宗八代一直骂到您断子绝孙呐，这还得了？您可是当今丞相啊，何等至尊呐！他竟然骂到您头上来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嘿嘿，这事儿与贫僧有关。怎么回事？和尚，他们都在骂我，他们竟然敢骂我！相爷不用生气，古人云，骂就是一帖良药。哼，好一个骂就是一帖良药！不管怎么说啊，相爷，你的听力算是恢复了，那说明这个药它确实是好药。既然如此，贫僧该领赏了吧？还望相爷你不要食言哦。嘿，你找人骂我爹，还要领赏，你大胆！来，不可鲁莽，不可鲁莽。和尚，明天是本相爷60大寿，到时候请你喝一杯寿酒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把这酬谢之银给你。是吗？你岂不是更加风光啊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！哎，那相爷可说好了，那明天见，贫僧告辞了。好。哎，您这是？相爷到！恭迎相爷！啊，诸位好，诸位好，各位好啊！列位，今天是咱们本朝相爷福寿华诞大喜之日，故而文武同僚们想必是无比的欣喜，想必是无不希望咱们本朝相爷能够福寿万年。故而列位随喜，虽各尽绵薄，也是一份心意。现在开始进献贺礼，有请。我是宦官，我是奏乐。恭喜啊，相爷！恭喜相爷！我是宦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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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恭喜相爷！恭喜相爷！我是宦官，我是宦官，我是宦官，我是宦官。相爷，下官临安知府朱大祥，恭祝秦相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啊，我想知府大人的贺礼一定是非比寻常啊！打开看看。我是宦官，我是宦官，我是宦哦，官。这么大一锭银子，啊！朱大人，好，区区一点敬意，请秦相爷笑纳。好，谢相爷，好，谢相爷。列位，今天是本相爷的60大寿，本相爷又治好了耳疾，心情是万分的高兴啊！谢。今天要，对了，那个小和尚呢？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相爷！来，过来！来了，快点！相爷，小和尚，你治好了本相爷的耳疾，相爷我答应要有一份贺礼给你的。今天正好朱大人给本相爷一份贺礼，就算是给你的谢礼了。啊，我，快！你收下吧，小和尚，还不赶紧谢过相爷？和尚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还不赶紧谢过我爹？赏你也领了，还不赶紧走？喂，大家来看看啊，这是相爷给我的银子，相爷赏我的银子。你们见过这么大的银子吗？我这个人从来不吝啬，想不想长眼？想不想长眼啊？从你开始，小心点啊！看仔细喽，你看，这个银子不一般吧？给我看看。小心点。你看。
拿走。哎，你等等，秦公子，贫僧怎么觉得这个银子变小了啊？变小了，没看见，没发现。来，你自己看。看看。喏，哎呀，哎，爹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真的变小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相爷，这叫雁过拔毛，这叫层层克扣。这叫大小官员上下其手，转眼之间销金石银，蚕食之法是不动声色，大能变小，多能变少。相爷，相爷，这就是官多不但乱政，还会受民。胡说，这纯粹是捣乱，故意闹事儿。是，哎，公捣乱子，你错了啊！结婚有闹房，出殡有闹丧，寿辰也有闹寿的呀。所以说，贫僧这不叫闹事儿，我这是在闹寿，明白吗？放你的狗屁！好了，去拿1000两银子给这个和尚，让他赶紧走。哎呦，贫僧多谢相爷。哎，对了，相爷，贫僧还给你准备了份宝礼呢。哎，啦啦，嘿嘿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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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哈哈，相爷，闭上眼睛，许个心愿，吹枚蜡烛，很灵的。真的？嗯。吹呀！来，干嘛？哎，给。哎，刚好1000两，谢了，相爷。那贫僧就多谢你，先告辞了。那我走了。哎呦！皇上驾到！微臣不知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秦安卿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哎，谢皇上。秦安卿，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可知朕的来意呀？皇上驾临寒舍，是体恤微臣，给陋室增光啊。哦，不是啊。哦，微臣知道，微臣忠于皇上，勤于国事，无意之间得罪了许多小人。皇上光临寒舍是给微臣壮胆，也是让那些小人们看看，以止诽谤。没那么复杂。朕今天高兴来看看，就是让你看看这个。哦，这是一幅字画，是画还是字，朕现在不说。秦爱卿绝顶聪明，你要是能猜得出来，朕是重重有赏。那臣就猜猜了。这一定是皇上的书法了。皇上用笔尽追六朝，上述未尽，既得卑职方正，又得贴之婀娜，诚可谓天纵神授啊！真草隶篆，无不造妙。皇上，您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得意之作，让微臣来一饱眼福啊？不是字啊，那一定是一幅画了。告诉你，就是一幅画。朕是让你猜猜，那是一幅什么画？什么画？皇上，恕臣愚钝，猜不出来。秦爱卿，你不是从不服输吗？猜。有了，他一定是先皇的画作。先皇乃是皇帝中的第一画家呀！哈哈，画的那山、那水、那花、那鸟，无不栩栩如生，空前绝后啊！画的那个花儿啊，那花瓣上没有水，也能显出万般的水灵；那鸟，那眼睛上点那么一丁点的黑，它就立刻能扑棱棱的飞起来呀！朕问的是这幅画。哦，那是先皇的《孔雀芙蓉图》。那孔雀上蹲的时候，都先抬起了左脚。哎，这既不是朕的书法，也不是父王画作。哎呀，
那什么人能得皇上如此器重呢？这真是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啊！再想想，往远处想想，往那不可能的地方再猜猜。不可能的地方？皇上，微臣愚钝，猜不出来。秦爱卿一向聪明过人，你要是猜不出来这画上画的是什么，哼，朕就坐在这儿不回宫了。啊，皇上，让微臣为您布置一桌好酒好菜，趁着院中桃花盛开，我们不妨边饮酒边赏花，边猜画，如何？好，好啊！人是铁，酒是钢，一顿不喝馋得慌，2顿不喝，2顿不喝怎么腿都打晃了？稻香楼卖酒的，哎，店家，哎，喝酒啊！店家，哎，店家什么意思啊？你开门做生意啊？我要买酒，哎，店家我要3斤状元红，店家开门，哎，和尚想喝酒啊？没有，哎，店家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怕我和尚不付给你钱是不是？啊，切，你收起你的银子吧，现在没有酒，你也不看看什么年头啊？什么年头怎么了？什么年头跟喝酒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就是什么做的？粮食做的吧？现在闹蝗灾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。4乡8野的闹蝗灾，从平湖、安吉一直到这里，哪个县没闹蝗虫啊？粮食都让蝗虫吃光了，我的店呢都快关门了。你这个家伙想喝酒啊？喝黄尿去吧！嘿，你知道什么是蝗灾吗？铺天盖地的飞过庄稼地呀，就什么都吃光了。猜出来了没有啊？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呀？皇上的宝贝实在是高深莫测呀，臣真的猜不出来。罚你吃螃蟹，要再猜不出来就再吃。什么时候你猜出来了，朕什么时候回宫？遵旨。相爷呀！呀，刚想出点头绪，又让你给打搅了。怎么样？猜不出来了吧？朕出的难题啊，就是绞尽天下所有聪明人的脑汁，他也猜不出来。那倒未必。哇！哎，朱大人也在啊！和尚，你这大胆和尚，竟然胆敢擅闯相府！哎，奇怪啊，朱大人，连主人都没说话呢，你这客人倒替主人来挡客了，你这什么规矩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什么规矩？放肆！放肆！那就由我再说一遍。你这个大胆的疯和尚，胆敢擅闯相府！相爷不要激动，其实贫僧的胆儿本来是很小的。
就是听说你们相府私设牢房，擅自关押民女，所以他就大起来了。胡说！我们秦相爷是大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，即便是私设，那也是公事；即便是擅自，那就是必须。秦相爷一动手呢，那就是指令；一开口呢，那就是法律。哎呦，刚才谁推我呢？你这大胆疯和尚，皇上在此，还不赶紧跪拜？皇上哪儿呢？哪儿呢？我没看见。皇上在哪儿？皇上在哪？哎呀，你上前，上前，你看看，哇塞，大螃蟹啊！猪蹄儿、排骨，你们吃？你长几个脑袋啊？你目无皇上，皇上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站着，你能看不见？就是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你能看不见？哪有人嘛？没人啊。朕不是人是什么？哎，你是人呐？那刚才我的眼里怎么看到的是一条龙，一条金黄的龙？是吗？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朕就是龙，龙就是朕嘛。对，皇上就是龙，龙就是皇上。那既然见了皇上，还不赶紧跪拜？赶紧跪下！贫僧拜就是不拜，不拜就是拜。你算了吧，不拜也罢。出家人心中有佛祖，朕也不怪罪了。和尚，朕想知道你有什么能耐啊？有啊，贫僧以前练过拳脚，有一身武功天下无敌。哈哈，这好啊，不是耍嘴皮子的功夫啊。那你给朕演练看看。不行啊，皇上，以前的那些能耐拿到现在不算能耐了。此话怎讲？皇上，你请看啊，贫僧以前练武啊，有一招绝技叫黑虎掏心，一拳打在胸口，煞是厉害。不过以前的心脏啊，基本是在胸口这个位置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怎么就不一样了？咱们就拿相爷跟朱大人为例，他们俩的心脏已经偏了，偏上司、偏权位、偏钱财，都快偏到胳肢窝这儿了。您说我要打他们，我还得一手提着他们的胳膊，一拳打下去，这多麻烦呀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疯和尚，你休得胡说，休得放肆！和尚，你说来说去，朕算是听明白了。你过去还有些本事，这本事啊，现在都过时了。不对，没过时的本事还有。比方说，猜画。好啊，这和尚有点意思啊。现在咱们就言归正传。你猜猜这幅画是什么画？到底是谁画的？皇上，贫僧已经知道了，您这幅画呀是庄稼人所画，画的是蝗虫啃咬庄稼图。和尚，你这么说凭什么呀？回皇上，因为贫僧眼前总看见蝗虫在飞，因为贫僧总看见庄稼人在急。错了，猜错了，这幅画是笔阵图，是东晋王羲之所画。大家都知道，东晋王羲之是书圣，其实呢，他也是个画家。那是大家这是他唯一传世的画作，叫笔阵图。不对，贫僧还是不相信。皇上，贫僧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好，就把它打开，让你眼见为实。把画打开。是。和尚，你就眼见为实吧。怎么样，皇上？贫僧没猜错吧？蝗虫啃咬庄稼图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朕的笔阵图哪儿去了？怎么变成蝗虫图了？回皇上，贫僧认为您的笔阵图，即使再怎么珍惜贵重，即使它是国宝中的国宝，也没有这幅蝗虫啃咬庄稼图重要。皇上，您刚才看见了，这画里有平湖的蝗虫、嘉善的蝗虫、临安的蝗虫、余杭的蝗虫，
有倒下的高粱、啃光的玉米、糟光的麦子、欠收的大豆等等等等。皇上，这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？您知道吗？是灾荒。朱大强，在说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乡下又遭了蝗灾，这百姓又遇上荒年了？启禀皇上，启禀皇上，我大宋朝是河清海晏，没什么蝗灾呀。对对对，咱大宋朝是河清海晏，你可别听那和尚胡说八道。他一疯和尚，一野和尚，他的话里没有一句正经的。什么蝗虫、灾年、荒年呢，都是那和尚无中生有。无中生。哪儿去了？这和尚呢？这没见他动啊。这和尚跑哪儿去了？回皇上，那和尚历来行为怪诞，神神叨叨，所以微臣下官和小民百姓都称他为疯癫和尚。朕觉得他是有隐身之术啊。嗨，他会什么隐身之术啊？那隐身之术啊，都是得道高人的高深学问。别说他一个疯癫和尚啊，就是10个疯癫和尚绑在一起，他也未见得会点隐身之术啊。所以微臣以为那和尚也只不过是会点障眼法呀、小法术啊，只此而已。传朕的旨意，明天务必让这个和尚到宫里来见朕。不过有2条，这第1条呢，就是明天早上要早，赶在鸡前头，也就是说，让他在鸡叫之前来见朕。是。这第2条嘛，就是既让他走来，但是又不能走来，也就是说，要步行又不能步行。是啊，还有1条，他要给朕送礼，但是还不能送。明白吗？微臣明白。回宫，恭送皇上。相爷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和尚死到临头了。嘿，你这疯和尚，我怎么看见你就倒霉呀？你干什么呢？你这是？你干什么呢？我饿呀，朱大人，我把这个一勒紧就不饿了。你饿不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走！朱大人你别走，反正你在了，那这个不需要了啊。你请我吃饭。我凭什么请你吃饭？我请你吃饭呢，怕脏了本府的饭桌。你不要这么说，这顿饭是你应该陪我的。我凭什么陪你？你忘了在丞相府，皇上也在啊。我刚看见一壶酒，刚想去拿，你一把给我推开了。我又看一吃的，我也刚想去拿，你又把我推开了。这顿饭你应该陪我。我懒得理你。朱大人，你不要这样嘛！反正你们家那么多好酒，一会儿李大人给你送，一会儿张大人给你送。我告诉你啊，酒要是长时间不喝，会变酸的。哎呀，你干嘛老缠着我呀？我就是要缠着你，朱大人。这顿饭本来就是你欠我的。什么我欠你让我没吃成，那你就吃应该还我一顿饭。你就请我吃一顿饭嘛。还不走，快过来！赶紧把这疯和尚赶走，还老缠着我呢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朱大人，我今天有一件正事，我要给你禀报的啊，真的啊，正事啊，不骗你啊。你能有什么正事？而且还是件好事，我告诉你。什么好事？那天我在雷峰塔那老松树下，我躺着睡觉呢，我忽然看见一半掩的东西，我以为是一坛酒，我就把它打开。你听我说完嘛。结果是一瓮银子。银子！赶紧把他们轰走！走，去，快点，走！你知道我是一个出家人啊，没有爹没有娘，我拿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我没用啊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我想，我得捐，我要捐给本寺。可是你不知道，我们寺里那个监寺师叔广亮他太严厉了。不过还好，方丈大师为人很好，心地善良。那我就想，我就捐2/10吧。还有啊。贫僧从小跟一个姑娘就是算过8字，虽然没有过门吧，不过也拜了堂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怎么的也得给人留2/10吧，对吧？对，还有一个姑娘，剑胆勤心，为人特别仗义，就是现在不知道下落了。我想我怎么的也得给人家里留2/10吧。朱大人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现在的重点是，
剩下的4/10我不知道给谁。你看，明白吧，朱大人4/4啊！所以我想劳驾你，请你给我出一个主意，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主意。哎，那还有4/10？我还以为你多聪明呢。这眼下闹蝗灾，那灾民是一波一波、一波一波的。黄师傅，你这话说的对啊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蝗灾确实很厉害，我应该把这钱。小师傅啊，你那句话说的太对了。哪句话？本府啊是有很多好酒，还有一句话你说的也很精彩，就是好酒时间放长了，它肯定会酸的。朱大人，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要请我到你府上去喝几杯啊？哎呀，你这出家人呐，是比我们俗家人呐要聪明。去，巡街去吧。倒计师傅，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啊！哎呀，过几天呢，本官的夫人呐就要过生日了，过生日呢就得大办酒席，可是这得花一大笔银子啊！不用担心，主人，你是知府大人吗？你夫人过生日，那一定有很多人抢着送红包，你还怕抵不了开销吗？这次啊，本官与家父团聚，小师傅是功不可没。家父喜好清静，本官想在西附近呢，给这个老爹呢，造一所养老的居所。孝心可嘉，孝心可嘉。银子。你朱大人还缺银子吗？看你说的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朱大人，如果你用别人的钱给你老爸造房子，那这个孝心会大打折扣的。哎呀，其实呢，这官府啊需要的花费也很多啊，比如说那个衙门大堂常年失修，如果损坏，有失官府的威严。再比如那科考的贡院房顶漏水，再比如衙门的。你说这些都是你衙门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需要银子，你需要那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。我知道他需要银子，我知道他需要一大笔白花花的银子，可还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知故问。明知故问，哎呀，好幽默的明知故问呐！我吃饱了，谢谢啊。站住！哎呀，小师傅啊，看你吃的满嘴流油啊！我自己来啊！哎呀，小师傅啊，是不是还有一笔银子没有分呢？就是那银子的4/10， 4/10的银子还没有分呢。知道了，你说的是雷峰塔那棵老松树下的那瓮银子，对不对？正是。哎呀，朱大人，你怎么还惦记着呢？哎呀，那是自然的嘛。你不是问我如何处理、如何分配这个银子的吗？至少出主意。那好，我就给你来个秉公裁决。你想本官受人之托、忠人之事，怎么能忘记呢？况且那一瓮无主的银子本应该是充公的。还有一口酒的。酒不能浪费啊。哎呀，小师傅，你看看，不用。朱大人，刚才你给我说那个事儿，其实咱们现在可以不用谈了，没必要谈了啊。慢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因为老松树上忽然掉下一颗松果，正好砸在贫僧的头上，把我从梦中惊醒。真的对不住，真的。在梦里，我真的想请朱大人帮我想想如何分配这些银子但现在梦醒了，银子没了，分配银子的事儿
也自然没了。啊！你欺骗本官！哎呦！朱大人，你怎么了啊？哎呦，你拿这个当诱饵骗吃骗。哎呀，朱大人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别气坏身体啊！这不怪我呀，要怪就怪你不该吞下这个诱饵啊！好了好了啊，不说了啊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！贫僧还真的多谢你的酒肉招待啊，告辞了。慢！皇上要见你。皇上要见我？皇上让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明天一早一定要走在鸡前头进宫；第二，既要走路又不能走路；第三，既要送礼又不能送礼。你给我滚！你这疯和尚，你等着明天死去吧你！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要赶在鸡的前面进宫，既不能走路，又不能不走，还既要送礼，又不能不送礼。哼，我明白了，他是让我去死。好啊，明天我就死给他看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谢万岁！朱大祥在吗？微臣在。你有没有将朕的旨意传给那和尚啊？回皇上，微臣昨天已经一字不漏地将皇上的旨意原原本本的都传给了那和尚。既然朱大人已将皇上的旨意一字不漏的原原本本的传达给了那和尚，他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到啊？回相爷，那和尚生性狂妄，目无王法，一贯无尊无长，历来是骚扰地方，目无朝纲。似这等和尚呢，是爱吃肉，敢喝酒，不打坐，不诵经，不修不戒，不……他是释家弟子，不修不戒，自有佛门规矩管束他。是。回皇上，老臣以为，似这等迟迟不来，那就是抗旨不遵，那就是目无君王。长此以往，必将影响民风，殃及朝廷，甚至危及我大宋江山社稷。秦爱卿，此言重矣。等那和尚来了吧，是罪非罪，再行定夺。还是皇上有大度啊！相爷，那和尚来了。哎呦，你这和尚好大胆呐！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你看看，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站在这儿等你。咱们的皇上也坐在这儿等你半天了。你知道你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哎呦，朱大人，你说的也太严重了吧！皇上，贫僧无罪啊，贫僧不知道时间，朱大人没告诉我时间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叫早，什么时候叫迟呢？你胡说！本官怎么没告诉你时间呢？你就是没说。皇上，本官告诉他皇上的旨意，让他务必走在鸡的前头。对，你这么说，贫僧就是没错呀。怎么没错了？那鸡早就报晓了。你说你走在鸡前头还是走鸡后头啊？来，朱大人，看这个，看这个啊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哇！鸡啊！皇上您看看，您看见了吧？啊，贫僧的确没有抗旨吧？贫僧确实是赶在了鸡的前头。哎呀，皇上，给朕闭嘴！朕还有一条旨意，让你走路来，还不能走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步行前来，还不能步行前来。和尚，
你是怎么来的？皇上，请看啊！驾，哎驾，护驾！哈哈，皇上您看看，这是不是既走路又没走路啊？哎，人家说2条腿没有4条腿走得快，4条腿没有5条腿走得快啊！哈哈哈！哎，等等，啊，那皇上还有另外一条旨意呢。是既送礼又不能送礼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这回我看你这和尚还耍什么滑头？既送礼又不能送礼，这岂不是岂有此理吗？皇上，这大胆！你敢说皇上的圣旨是岂有此理？皇上，你说他你……诸爱卿稍安勿躁，且看他这回如何对答。说。皇上，请看，这是一只好鸟，它的名字叫天鸠，专门吃蝗虫的。贫僧把它作为觐见皇上之礼送给皇上，希望它祝皇上造福天下苍生。皇上有旨，这礼既不能送，也不能不送。也就是说，你既不能不送，也不能送。可是你手上拿着天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送给皇上还是不送给皇上啊？哼，我告诉你，疯和尚，你是送也是抗旨，不送也是抗旨。相爷。哎，这算不算既送了又没送？你说我没送礼，我送了。皇上，我送给你一只天鸠了吧？刚才大家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送礼了，它飞了，这就是既送礼又没送。大胆和尚，你怎么有这么多歪理呀？你，竺大人，这世上的歪理本来就很多，咱们就拿常常说的赈灾这2个字来说，那不是既不能不赈，又不能真赈吗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贫僧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大宋朝常常会有一些灾荒，但这不是大宋朝的责任。每个朝代都会有灾荒嘛，朝廷为了救济小民百姓，经常会从国库里拨一些银两或粮食，但据听说，这些银两和粮食还没有到百姓手里就没了，至少是大半部分。去哪儿了？对不对？你说他赈了吗？他赈了，真赈了吗？没赈，这不就是既赈又不赈吗？朕听说你叫道济和尚，你知道朕为什么让你上殿见驾吗？皇上，贫僧这个愚笨，不知。昨日在丞相府，朕的镇库之宝笔阵图变成了蝗虫图了。朕知道一定是你耍手段。你既然能耍手段，想必是有隐情吧？皇上，您相信贫僧吗？古语说得好，小隐隐于深山，大隐隐于闹市。小师傅举止不俗，来如疏忽，是去于必渺然。哼，必是高人呐！哎呦，皇上，您看您把这高帽子往贫僧头上一戴，贫僧我还真只有知无不言了啊！有话请讲吧。皇上，贫僧听说杭、嘉、湖一带大闹蝗灾已有多时。田里被蝗虫落的是密密麻麻，庄稼被蝗虫啃的是七零八碎。白天他们是铺天盖地，晚上他们是喳喳有声。他们是吃完了这片跑那片，吃完了那片跑这片，现在收成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。秦爱卿，臣在，真有此事吗？启禀皇上，出家人身在佛门，跳出3界，本不以俗物为重，又岂知农家之事？这和尚分明是信口雌黄故意刁难当朝官员。谁不是我大宋南迁以来，杭州城数十万参差人家，是家家笙歌，户户太平啊！我问的是蝗虫之事。依你说来，这杭嘉湖并无灾情吧？皇上，那里有几只蝗虫，那是肯定的。至于蝗灾嘛，
哎，这个和尚还言过其实。是啊，是啊。和尚，你何以知道灾情严重啊？回皇上，据这只驴宝宝的主人告诉贫僧，今年麦子的收成只有2成左右，玉米和豆子都是3成，而高粱嘛，只有1成左右。这2成加3成加3成加1成，这不是9成的收成吗？对啊。对于庄稼人来说，这9成的收成还不满足吗？你说什么？这倒也是。这9成的收成，虽然不能说是丰收，但也是个不错的年景啊。哎，哎呦，皇上，您真是英明啊！贫僧我都活了275岁了，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这样的收成还不算坏收成。嘿呦，你人不大，口气不小，你活了多大岁数啊？275岁啊。275岁，你当着满朝文武说你活了275岁，你就不怕犯下欺君之罪吗？哎呀，朱大人，你别老拿欺君之罪来吓唬我好吗？我没有欺君啊！你看啊，我爸爸今年50，我妈妈今年50，我爷爷今年80，我奶奶今年70，加上我25岁，那不正好是275岁吗？啊！哎呦，能把你爷爷、你奶奶、你爹、你娘的年龄加在一起算吗？哦，原来年龄不能加在一起算的。那当然了。那收成能不能加在一起算呢？哈哈！苏醒！大殿之上，当着皇上的面嘻嘻哈哈，成何体统啊！秦安卿，臣在。你看，这君以民为重，民以食为天。如果真的闹荒，爱卿啊，这……皇上所言极是。臣以为，仅凭一个和尚的一面之词尚不足为凭，臣当就此事即刻展开调查。若没有蝗灾，那就要重重地惩办这个和尚，办他一个危言耸听、唯恐天下不乱之罪，也不足为过呀，皇上。相爷，那如果确有蝗灾，而且还在继续，又而且已经闹了饥荒，再而且已经有了饥民流离失所，那又该如何处置啊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大宋朝上有皇上，下有满朝文武，也用不着你这个破和尚瞎操心。不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秦桧当倾其所有救助灾民。秦安卿，真是忠心可嘉呀！谢皇上夸奖。这人呢？人呢？这和尚哪儿去了？啊？哪儿去了？回皇上，那和尚他一贯是疯疯癫癫，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知礼数，也不懂得什么规矩。是啊，是啊。可朕没见他退出啊，莫非他真有隐身之术？哎呀，回皇上，他会有什么隐身之术啊？只不过是一点障眼法，会变一点小戏法，仅此而已。您千万别在意。朕倒觉得他蛮可爱的。退朝吧。恭送皇上。